nhỏ bên dòng gối nhỏ lệ lòng. 讲了你可能不相信哈，我从家过来就带了一包胡椒，那么大，给他吃。我最想念妈妈就是河粉炒内脏。一斤多少？30。因为有一次我去同奈，就是为了帮弟弟办那个转学的，我是一直办不好。1个礼拜我都没回去，然后妈妈就担心了，然后就说：“姐姐，去超乡拜拜，说请神明保佑我女儿平安回来。”我就把这只鸭子杀了，然后就给你们拜拜这样。可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唯一一只鸭就是可以生蛋的鸭，我回来他就杀了。我说不要了，不要杀了。杀了它就没有生蛋了，我们家就没有鸭蛋可以吃。然后他就说拜神明了，一定要还愿。然后他就拿内脏来炒河粉，然后还有一部分他就煮粥来给我们吃。你现在煮什么？我煮鸭肉粥。你看看这样哈，等一下煮起来，它就整个都开成一朵花，等一下就变成一朵花。我偷看妈妈用的，我妈妈好厉害，她什么都会。妈妈是一个，可以说她是一个很耐苦耐劳的人，她就是什么东西她都学会。他煮饭啊，做甜点啊，就卖东西啊，他什么都会。我放了胡椒，你就有一个真的很香的味道。很多东西是他让我喜欢上的，像青椒还有茄子，我这2样真的从小记到大，就是没有它，我现在可能还是不敢吃这2样东西。吃了才发现，哦，原来我之前不敢吃的东西，原来这么好吃，然后鸽子飞进来的。哎呀，我的鱼！我杀了你！我的宝贝都被你吃掉了。Alo, chào bác. Hôm nay qua nhà chị Linh nấu đồ ăn nè. Đây là bạn của chị Linh. Hôm nay xào. Alo bà, con xào hủ tiếu. Trời ơi, bạn bắt bạn. Thì con đứa nào cũng đẹp không? Giỏi quá. Bye bye bye. Bye bye ba.这几年大部分的工作就是翻译，珠宝公司翻译、中介公司翻译、法院翻译，还有拍戏，就是很多了。打零工的我都会去。前这边是种薄荷，然后后面是种香茅，他再来那边就是越南的香菜。我说当初来我也是穿这样，因为那个在珠宝公司下班，我直接就过来，然后就左右的邻居都在笑，哪里有人去种田还穿西装外套？你会种田吗？我说穿什么不重要了，用心就可以做起来。那个出租他看到我种那个小黄瓜跟那个豆豆，之后很有样子哎。我常常唱那个，我回乡下看妈妈的故乡，我要回去看妈妈的故乡。我唱啦。Gió thổi Nam Non con về thăm quê mẹ。妈妈是一个
可以说他是一个很耐苦耐劳的人，他就是想到什么办法可以赚到钱，他就会做。他都一直很喜欢帮助人。就算你有伤害过他，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还是帮你。我就是很欣赏妈妈的个性，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时候我没像你一样那么好，我没办法。其实我有讲得很硬，然后在他们的面前我也是很硬，就是讲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啊，什么我天打雷什么的我不怕。其实我都偷偷的哭，我都会跑去一间庙，我都会坐在外面听见念经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哭。她是个很坚强的女性，从小看到她就是一个人，就是很辛苦的带着我往前，然后教导我很多。虽然说因为国籍的不同，她也没法教导我到课业上达，但是我觉得她很尽她所能教导我如何生存吗？应该用生存这个词吗？就是教导我如何好好的活着。我真的只能用坚强来形容她，她很不愿意展现自己的脆弱，可是这是优点也是一种缺点。我想到妈妈，每次我回来，她都跑着，远远看到我，她就跑来给我一个拥抱。然后现在想到那个画面，每次回来妈妈都不见了，真的很难过。我会跟妈妈说，我现在已经成长很多，没有妈妈在身边，我还是可以照顾我自己，不像以前就是老是让他们很担心我。我觉得他把我看太重了，就是哎呦，我很想哭，就是我希望他可以为自己多着想一点，就是他什么都只是想到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他，就是我希望他好好过他自己的生活，可是感觉他重心都在我身上，就是我一直很信任他的点，我一直很常跟他讲，就是其实偶尔可以不要那么在乎我，我希望他多在乎他自己，多爱他自己一点。哦哟。再去休息了，阿贝回来再教你了。行李整理好了没？那我们吃吧。吃饭啦。吃饭吧。我会，可是要跟妈妈一模一样那个味道，应该是没办法。就是看到是看到，但是你吵起来就是少了一个什么，应该是妈妈的爱吧。